你相信人有阴阳眼就能看到鬼吗？故事开始之前，记得帮去年的 News 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这位先生蔡和成，他宣称自己有阴阳眼，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他曾经在爬山的时候遇到一位女孩子，结果发现对方在走的时候，双脚竟然是悬空的。然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他遇到鬼喽。蔡和成小的时候和爸爸在矿坑工作，遇到一位老伯请他帮忙。去到老伯家的时候啊，老伯的家人都说，老伯其实已经离世很久了。对于蔡和成来说啊，跟好兄弟互动早就是习以为常。那么他还遇过哪些跟阴阳眼有关的故事呢？我就爬到快到山顶上的半路上面，看到一部车子。人烟罕至的基隆山区，那一天怎么停了一部没有人坐的车？往前走，再不看了，就转头一看，我后边一个女孩子，小姐，我看到全身黑漆漆的，穿的黑衣服、黑裤子，背个黑皮包，我说，师姐啊，不理我，慢慢的往前一直走，最明显的问题是什么？我看到他在走的过程中，他脚竟然没有踩到地上。天哪！走路脚不落地的女孩子，难道是大白天就看见不干净的东西吗？旁边都没有路哦，一转过去，狼下不会啊！再往前面看，那部车子也不见了。就这么一条山路，人车竟然一转眼凭空消失，老爷爷吓坏了。这一次是我真的第一次在白天活见鬼。在荣总吴郡市，打这个做骨髓移植，这个干细胞移植，然后其实出来到这个家里头的时候，其实是非常的虚弱。真的是趁虚而入吗？不然爬山附近的老爷爷怎么会在大白天就看见好兄弟？事发后没几天，老爷爷重回现场附近的一座桥，又看到那一位凭空消失的女子，她到底是人是鬼？这一次女子不再沉默，他就跟我讲，他先生染上毒品，还赌博，那没有好好把小孩照顾好。我说你这样到底多？他对面的打逼，对面那个。我们家对面就有打的。一场人与好兄弟的交谈，该说的都说了。原来女子有求于老爷爷，要他劝在世的先生好好善待孩子。老爷爷循线到了他口中的家，开门迎接他的是一名男子。我就跟他讲，你太太叫我来找你。你讲什么？我说你太太叫我来找你。我太太细过来你要找我干嘛？黑衣女子说的竟然都是真的，她生前所受到的委屈，丈夫却一概不认账。当年就跟他太太吵架，然后他外面有女人，戏子有一个女孩子，太太就很不爽，就从对面一直直奔到那个桥那里。那一天，外遇的丈夫被黑衣女子逮个正着，两个人来到山里的那一座桥谈判。不说话，你说嘛？我在保护你。夫妻俩一阵拉扯争执，竟然某下个也该小溪下去没有人找到尸体。出自于黑衣女子口中的恐怖真相，竟然是丈夫误杀了妻子，弃尸荒山野岭当中，让老爷爷不寒而栗。有一天我下去走了一段，这个溪边走一段路，真的看到一个骨头在那里。如果说鬼魂本身修炼到一定的功力它可以在白天出没。那第二个呢，就像拦路告官，因为呢这个鬼可能对这个人他有需求，或者是呢他有冤屈呢，要请他帮忙呢，所以他会显现自己的能力呢，在白天去找到这个人。骇人听闻的白天活见阿飘的故事，从老爷爷蔡和成的口中听来非常不可思议。但是对于号称拥有阴阳眼的他来说，与好兄弟互动早就习以为常。其实人都有这种智慧，
就是我们6根装的都是垃圾，这个智慧叫清净心，叫什么？你说神通通灵也好，其实叫清净心。他对于任何的事物、外界发生的一些状况，他的敏感度高，会导致于说他会用一些他比较能够接受的方法去诠释，但现实生活中不能解决的压力或刺激的时候，就会用非现实的方式来解释。人称通灵伯的蔡和成说，他从8岁开始就可以预知他人的生死，也能够在半夜见到好兄弟。家境贫穷的他，13岁就替生病的父亲挖煤矿，过着非常人想象的苦日子。那是因为我爸爸躺在汐止仁济医院拿病危，我来求矿长的时候，可不可以让我代替我爸爸下去挖煤矿？小蔡你这么小年纪，你能挖得动？我说我尽量。小孩子没有力气就很用力，要用这个肩膀推，用这个推硬把石头煤挖下来，那他眼睛又看不到，都是灰尘。电影中的挖矿情节，在蔡和成的童年岁月真实上演。在不见天日、超过40度高温的基隆7星矿坑，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。矿坑里的伙伴，他每一个人都认识。但是那一天，他见到了一张生面孔。那个欧丽桑蹲在那一直哭，我头上灯叫了欧丽桑，欧丽桑，你什么时候艰苦？我少年家你才个到帮忙，我们少年都是囡仔。他跟我讲，他2个小孩发高烧。没有钱吃饭，没有钱看医生。我说，欧丽桑，你到底到？第一次见面的欧丽桑说，他住在矿山附近的村落，还主动报上地址，希望蔡和成去他家探望孩子。欧丽桑，那条路我才知影，我今日出到矿区我一定要去恁家看囡仔太太。我就讲完了，欧丽桑当场跪在地上给我磕头。躲灯一照，不见了。奇怪，黑暗狭小的矿坑里，欧丽桑怎么说不见就不见？守信诺的蔡和成出坑之后，就按照指示去了欧丽桑的家。一看，哇，阿弥陀佛，跟我家一样，稻草泥巴糊的房子，没灯没电，2扇木门半开的，里面点的煤油灯，细的。我站在门口，听到小孩哭的声音。推开门一看，果然看见瘦弱的孤儿寡母，又饿又病，有如风中残烛。蔡和成二话不说，带着他们下山就医，还跟那位老太太说了矿坑里所发生的事。打完针看一次就回到家，凌晨1点多，我晚上跟我讲，少年家，阮人你给他肚子，阮人2年半进前就死在矿区了。那是我这辈子第一个相处的人。令人毛骨悚然的奇遇，蔡和成说来却是云淡风轻，因为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们几乎每个月都在矿坑里相见。从此以后，他一个月除了给我2次、3次、4次，左边不能挖，中边不能挖，右边不能挖。指点煤矿的位置，保佑蔡和成平安顺利，这难道是阿飘的报恩吗？在灵界呢，他们很讲诚信的。如果说他以后对你有所求，那你也帮了他。很多这些鬼魂呢，他都在默默的在冥冥当中会帮助你。我很感激，没有那欧丽桑，我已经死在矿坑里。感激什么？那位欧丽桑又替蔡和成做了什么事吗？事情得从民国60年12月14号那一天说起。这里是给我们放蓄电池的地方，这个蓄电池全部在这里。蔡和成带着我们重回他儿时工作多年的7星矿坑口，望着黑漆漆的废弃矿坑入口，回忆起那一段永生难忘的事。我跟我爸爸呢，这一通电话，叫我老爸出来办酒席，因为他要订婚娶媳妇，我爸爸是整个乡下唯一的中伯，爸，儿子啊，你不帮忙，等下订婚漏气怎么办呢？这酒席没有做出来，那桌上没有菜怎么办？我小时候很孝顺，我说爸，你等我。为了替父亲办酒席，蔡和成当下草草收了工具，前脚才跟爸爸出了矿坑，下一秒就架卡的卡顶，倒卡打头啊，砰一声，整个坑口塌下来。人间炼狱般的场景在那天真实上演，7星矿坑一系崩塌，一共49名矿工葬身在矿坑底。蔡和成与父亲是唯2的生还者。我和我爸站在坑口外面，那49个全部坑底。我那时候皮皮上，爸，那你呢？我怎么了？我一直哭，因为看到整个坑口不见了。
矿坑塌了，酒席也办不成了，全村总动员忙着救灾，光是把积水抽干就花了1天1夜。从戏子扫到基隆，送来这里矿场里面52具棺材，现场49具尸体。卖棺材老板跟矿场老板吵架，怎么多送3具棺材？卖棺材头家讲无啊，我照你的意思送啊。奇怪，到底是谁说要送52具棺材？棺材店最大禁忌就是回收空棺要拿命来填，老板吓死了。就第3天哦，去大尸店、旧尸店，搁第4台。我一边含着眼泪，一边跟我爸爸帮他们用水擦身体。帮忙擦尸体所流下来的眼泪是不舍也是感恩，要不是那一通不明的来电，父子俩不可能活着走出来。这些整个小小一个公寮，然后以前所有尸体全部堆在这里，一具一具的尸体，断手断脚的，然后。重回破旧的公寮，当年的恐怖记忆全部涌上心头。但说也奇怪，七星矿坑灾变之后，蔡和成的阴阳眼依旧存在，不过再也没见过那一位欧丽桑。而他原本贫穷的人生也逐渐有了转机。念台北商专的那一年，他遇到人生当中的贵人。太久了没有。多年没挥杆，身手有点生疏。但是蔡和成可曾经是经营之神王永庆的球童，就带我去见了王总，他说我这个学生很优秀，他读台北商专，缴不出学费，他想来这里打工。那王总就问我说：“你会打高球？”我说不会。那你会背球杆吗？我说不会。那一切要从头学起。我说对。吃苦吃惯了的蔡和成，一路从小球童当到会计师事务所、水电工程公司、橡胶工厂等企业老板，那是他人生最风光的时候。2009年，意气风发的他，却被诊断出罹患了骨髓癌。蔡先生，你这叫多发性骨髓瘤末期，你的从头到脚骨头里面88%都癌细胞。全世界10万个没有活着，台湾到现在没有一个活着，我没办法医你。你到台大龙总看有没有机会？10年前几乎被医生宣判死刑，10年后的蔡和成依然红光满面。他说自己历经了医学奇迹，也是打禅静坐帮了自己。我没有一念头得癌症，没有一念头我会死，到现在10年了，那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念头很重要，因为万法唯心造，把心找到，在心上用功。不是癌症最恐怖就是心住在那个境界里面。年轻的时候从矿灾中生还，老来又抗癌成功。蔡和成非常幸运，2度从鬼门关前走过一遭。这些人生的转捩点，真的跟他那双看得到鬼的阴阳眼有关吗？没有办法证实，但我们能知道的是，心存善念，福报自然会降临。去年的 news， 我是 Cindy 吕。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，也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或追踪我的粉丝团，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资讯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